朱雀星王林前来拜见天运子前辈。要拜见师尊，需有3关之礼。第84次要开始了，你真的还要继续吗？连孙云当年也不过问到67天罢了。师兄，此次留不得。洞府虽毁，但你没法南归在先。你这个畜生了！目无尊长的狂傲小废！摄神车，好一尊天寿！3个月后便是为师大寿，到时候我会借机宣布收你为徒之事，你做好准备。万年寿宴之时，整个天运星及周边大神通之人都会来此。师尊既要当众宣布收王林为徒，他究竟有何过人之处？这天运七子的封号，我已经等了2000年，又怎可能拱手让于你？老二周晚修为受挫，注定无缘挣脱。老三白薇阴阳不定，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老四赵新梦修为虽高，但我自有办法拿捏于他。老五今夜被师尊责罚，送去天域闭关100年。老六陈涛虽已达问鼎，但1000年前的一战现不知所踪。唯一的变数就是王林。白日里我就发现，7师弟的修为比在交易星初见时低了不少，需要法宝神通才能扛住阴变中期一击，这是何故？无可奉告。没关系，秘密越多，越是迷人。不知三师兄深夜造访，所谓何事？你的衣衫腰牌等物都未领取，我特意为你送来。多谢。这紫宋你并不熟悉，不如让师兄为你介绍一番。不必。啊，师弟，你就不想知道大师兄处处针对于你，那天运七子的身份究竟何为吗？每隔1000年，天运宗便会举行天运七子封号之战，凡有位置空缺或有人挑战，皆会开战。2000年前，赵兴煞败入子系，那时便已达阴变后期，却在封号之战中被后来的6师弟陈涛所伤，修为大跌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陈涛成为天运七子。但赵兴煞并未放弃，硬是闭关1000年，准备一雪前耻。可在上次封号之战时，又冒出了一个7师弟孙云。赵兴煞和陈涛2人双双落败，孙云则成了新的天运七子。3个月后，又是封号之战，孙云已叛逃师门，子系天运七子之位空缺，而陈涛也在败给孙云后外出历练，1000年间音讯全无，生死不知。所以此次大战，你便是他最大的敌手。封号不过虚名而已，何须如此抢夺？虚名？天运七子的身份贵不可言，天运七子可以在天运星甚至星外星中任意选取一国之地，作为单独的修炼之处，仅此而已。除此之外，师尊还会在问鼎时出手相助，可将问鼎成功的希望提高30%，并为这7人提供无限量的仙玉。你不心动？如果你不在乎虚名，不在乎问鼎，不在乎仙玉，
那仙术呢？只要连续3000年做出天运妻子之位，就会获得一个完整的下品仙术。多年前，我从叶无忧那里得到了一个下品仙术残卷，修复无果，只能粗浅模仿，这才领悟出了我刚传授给你的3式杀招。残卷便能有如此威力，若是完整的仙术，其威力简直无法想象。唉，自仙界崩溃之后，仙术大量失踪，就连残卷都很难寻得了，只能看运气。下品仙术，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？少一个竞争对手，岂不更好？我成不了天运妻子。你现在是子系唯一能在封号之战与赵星煞匹敌之人。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不让赵星煞如愿，如此才可报复他当年对我所做的事。抱歉，刚刚有些失态。今日我就不打扰，若是有事，七师弟可随时来找我。百威与赵星煞的私怨我不在乎，但若真如他所说可获得仙术，那这天运妻子之位，着实可以争上一争。天运宗底蕴着实惊人，亲传弟子竟可每月领取仙玉用作修炼，不枉我横跨星空来此。弟子见过七师祖。此人身上有一股隐藏极深的剑意，你的飞剑可否借我一观？自然可以。是周易前辈的剑意，当年他坠阶剑尊凌天后而走，100年音讯全无。这一丝剑意怎会出现在此？这把剑从何而来？回七师祖，此剑是弟子在山下方室内获得，就是个寻常之物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此剑之上有一丝故人剑意，我且收走。作为交换，这玉简给你。你将其内的18道剑质拓印在任何一把飞剑上，都可使得其威力增加数倍。多谢七师祖。我此次前来，是要取仙玉。七师祖，请。子系一脉第7子，已有103年未取仙玉，共123600块。你可要全部取出？是。仙玉，谢。这意外所得的仙玉，倒是解了修炼仙气匮乏之危。禁术挪移。四师姐的挪移神通，真是让王某大开眼界。若老七看中这个神通，待一切事了，我传你便是。今日我也是受人之托，请见谅。
经上。输了！老七，你就在此处闭关静养，待时机成熟，我自会放你出来。蓝宗一脉排行第3，司马如风。皇陵师弟，在下对你的名字有所耳闻。此人比四世界修为还要高出一些，应该是应变后期大圆满。此人虽未到问鼎，但也隐半只脚踏入。你就这么怕我参加封号之战？我本未将你放在眼中，但昨日一战，不得不承认，你是我在子系中唯一的敌手。大师兄，当年欠你的人情我已经还了，从此以后，你我再无瓜葛。出手吧，各位！我连夜为你布下的阵法，你可还喜欢？老七，我劝你莫要白费力气，待师尊寿宴一过，天运七子之事便可尘埃落定。那时我自会放你出来。此阵应变初期虽无法破开，但中期却未必不行。只要能在3个月内达到应变中期，就有机会逃离此地。想阻止我参加封号之战，我岂能让你如愿？赵兄，别来无恙。别来无恙。快请入座，待寿宴开始，我们可得畅饮几杯。一定一定。你们看，好稀罕的这几个。是烈前辈吧？没见过师叔。师尊的万年寿宴，我定要好好表现，结识各位修士大脑。待我成为天运七子，修仙之路必将一片坦途。天运，这是寿辰之礼。老夫已活了数万年，这寿宴还何须贺礼？诸位不远万里亲临此地，便是最好的贺礼。天运七系皆已设宴，诸位请入座。
司徒曾说，修为越高，3式杀招的威力越大。我倒要看看，这阵法能成几式。起业！化魔！不过如此。曹一等，去天运宗的路，你可知晓？是。今日是师尊万年寿宴，明日师尊也会现身讲道。我子宗这几日若有什么招待不周之处，还望各位海涵。我听闻讲道过后，便会定下子宗的天运七子封号。我看赵兄胜算很大呀！哪里？还有最大阵仗，我可是来者不善，何人敢闯我天运宗？怎么可能？短短3个月，他不但脱困，居然还拿到了鹰变中期。老七，师尊寿宴这等大事，你却姗姗来迟，太失礼了吧？他是子宗第7子，师尊盛宴竟然迟到，如此因为大师兄，自我入天运宗，你便处处针对于我，如今更是变本加厉，竟在师尊寿宴前借外力逼压，将我挪移出子宗，困在石林之处。我王某行事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人若犯我，斩草除根。这天运七子的封号，我已经等了2000年，又怎可能拱手让于你？真如他所说，可获得仙术，那这天运七子之位，着实可以争上一争。这意外所得的仙域，倒是解了修炼仙气匮乏之危。禁术挪移。老七，待师尊寿宴一过，那时我自会放你出来。我王某行事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人若犯我，斩草除根。我王某行事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人若犯我，斩草除根。侮辱尊长的小辈，我天运宗大喜之日，岂容你放肆！突厥！2次犯我，不杀你，便不是王某。老七，今日是师尊寿宴，这么多道友在场，你莫要胡来！我此宗一脉内部之争，非我天运宗之人，又怎会多事？老七，归位！此系之争，不在今日。再不在今日，你说的可不算。大自在天地诀。
轮到你了。哼！亡灵屠戮同门，坏我门规，执法长老何在？今日谁拦王某，便是王某之敌。你们，老四，欠你之情，3月前我已还清。若要我出手，给我一个理由。好，好。不想这么早用这术法，那今日你我2人便决一死战吧！师尊竟将妖灵种在他体内，好像偏心。神车开！还不给老夫住手！打什么打？害得老子的酒都没喝完。相公，师烈师说，叫师说也没用，你体内妖灵才运化就强行驱使。你师父说了，那天运七子之争也别参与了。不可能！我苦修多年，就是为了……弟子遵命。小家伙，方才若无妖灵，你已然胜了。不错，仔细天运七子之位空悬，你师父可是对你寄予厚望啊。今日子松几个小辈打闹，坏了各位雅兴，还望莫要见怪。明日便是我师兄天运子讲道之时，还望各位各有所得，不虚此行。那虚影唤作妖灵，却与古神神通颇为相似，到底是何术法？老西，看来天运七子封号非你莫属，此杯就全当是为你提前庆贺了。此乃我曾答应给你的挪移之术，原本打算师尊寿宴事了，再将此物交于你。这玉简内除却挪移之术外，还有师尊所创的一式镜法，一并送与师弟，全当为月前之事赔罪。加油！后
生回来了！我敬你一杯。这大脑移植术果真玄妙，万里之途转瞬即至。那御剑之上所记的第二种剑术——九转炼仙诀，竟能将这普通的仙力转化为金仙之力。我苦苦运转5个时辰，也不过3转之术。可惜2种仙力不能相容，只得将其收入左手之中。传道之日终于到了。才凋敝，实力不济，看来果真如此啊！哎，嘘，小点声。晋升。应变后期，应变大圆满，半不问鼎。这天运星仅仅是这些弟子，随便一袭，便可横扫朱雀星。天运子，苦修数万载，略感天道。此番论道，愿将修炼所感与诸位一同体悟。没想到你竟分身前来，荣幸之至啊！10000年大寿，老夫岂能不来？这小雕来的匆忙，没备什么好礼。我知你喜欢七色，这把中上品的仙器，颜色金黄，该合你心意。鲲鹏子，你今日修炼精进很多，此剑便送给你吧。谢师尊。你这脾气真是一点没变。果然是星痕雕。星痕雕喜爱古神，难道是闻到了我身上微弱的古神气息？天运之道玄妙无穷，诸位道友有惑便提。天之术乃久久归元之运，修道的第一步，从凝气一步步修至问鼎，即为修。修道的第二步，乃阴虚阳实，岁孽三境。这步是修与道之间的过渡，而第三步，方是道之真谛。可惜无处追寻。天运之道，若运机至，一切可成；若运机未到，万载修行，终成黄土一抔。若天运子所说为真，我此时连第一步都尚未走完。可是这第三步，
是否真的存在？王林，你有何疑惑？回师尊，弟子却有疑问。讲。修炼一途，常有3种手法：修仙、修真、修道。为何师尊只称其为修道，而非其他呢？好问题。仙已不在，修仙之说源于远古。那时的仙界乃是修士的圣地，因此有修仙一语。修真的真乃真相之意。自仙界覆灭后，修士好似无根之木，孤独漂泊，因此产生了修真一脉。而如今，仙真都成了过去，我们追寻的是道。可这种道，并非天道。修道者修的怎会不是天道？那何为道？修道之道，乃是道路。因不知第3步为何，所以找寻一条通往第3步的道路。这便是修道之道的一种解释。王林，你可解惑？弟子怀疑，是否真的有第3步存在？3万年前，我曾见过一人，已然踏入第3步。可惜此人不过昙花一现，此后再无音讯。师尊，弟子也有疑惑。师尊，弟子有疑问。3日讲道，诸位可还满意？天运老儿，你大寿之宴，怎可不邀我一句？徒儿们，出来见过你们天运子前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天运老儿，那不欢迎老夫？怎会？老夫本准备施展一次中品仙术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今日我便以你为仙术的施展对象，让在座的诸位观摩一下，可好？有何不可？诸位道友，此乃中品隐仙术，乃昔年仙界之人渡我辈修士前往仙界所用。诸位可要看好了。天门开！隐仙术，这天空四妖怪力在牵制我体内仙力，这金仙之力竟不受影响。引渡。田玉，你。吾乃仙界接引使者，来此度下界修士。
天运老儿，仙界已灭，你这阴仙术，到底将我徒儿送去了何处？天尊莫急，3日后他们自会归来。届时，我还要向你借几个弟子，问问他们都看到了什么。哼！麒麟，回！天运老儿，3个月后，东汉妖灵之门，带好你选的人。老夫还有一事，烦请诸位做个见证。我天运宗7系弟子中，唯有皇子2系尚没有天运七子封号之人。今日，便是这2系弟子诞生天运七子封号之时。你们可准备好了？2次反我，不杀你，便不是王莽。打什么打？那天运七子之争，也别参与了。此番论道，愿将修炼所感与诸位一同体悟。吾乃仙界接引使者，来此度下界修士。3个月后，东汉妖灵之门，带好你选的人。今日，便是这2系弟子诞生天运七子封号之时。我天运宗7系弟子中，唯有皇子2系尚没有天运七子封号之人。今日，便是这2系弟子诞生天运七子封号之时。你们可准备好了？宗门鼎盛，弟子强横，但以天运宗底蕴，怎会没有一位弟子超越问鼎？弟子自知修为尚浅，不足与师兄争夺封号。弟子放弃。弟子仍需苦修。弟子惭愧。弟子弃权。弟子实力不济。多亏这些年来耗费手段，打通各位师兄弟的关系，就连大师兄也答应让位于我。这7子之位，今日终归我手。天运七子权势滔天，更有获得仙术的机会。这些核心弟子怎会如此轻易放弃？运道子，师尊大人，2师弟修为高深，又新获师尊仙气，理应成为我皇系天运七子封号者。弟子愿弃权，为2师弟护道。天运七子，乃是我天运宗身份的标志，也是我天运真正的嫡系弟子称号。若你能维持称号1000年，为师便传你一道仙术。鲲鹏子，你可能做好？弟子谨遵教诲，定不辱天运之名。闭关数年，感受此物。实力强悍者却不争不抢，反而露出一丝恐惧。谢师尊。莫非这7子之位另有玄机？接下来，便是我天运子系一脉出现7子封号之时。王林、赵新梦、白薇，你们3人可准备好了？弟子弃权。老七，若是我在弃权，你获得此封号也未免太简单了些。你我一战，就在今日。4师姐之前同有过争抢紫薇的举动，眼下怎会主动向我邀战？
若是天运七子存在疑点，他定然有所察觉。弟子弃权。为何弃权？弟子修为不足，无法与四师姐抢夺。王林，弟子自知修为尚浅，弟子愿弃权，为二师弟护道。刚刚的感觉，我的一切在他面前，仿佛一览无余。我的弟子不应是懦弱之辈。莫要被人蛊惑，生起无端杂念。我给你半炷香的时间，认真考虑清楚。若执意放弃，我不再相劝。当年孙云之后，能让师尊开口劝慰的弟子，只有这王林。此刻忤逆天运子并不明智，即使妻子之位另有玄机，此战也在所难免了。弟子定全力争取。老七，开始吧。师姐之道，乃是妖引道。世间神通，我只需看一遍，便多多少少可以模仿一二。此术，乃是我模仿你当日使出的化魔指所创，我称之为紫魔手。化魔指。好神奇的魔技，妖引道的模仿果然还差了些火候。老七，师姐不与你抢那天运七子的封号，但这异化之后的魔力，可得归我。师姐费这些心思，因我使出化魔指，不过是想要其中魔气。你若直接告知，或许师弟并无反感，可此刻却是不可能了。说，老七，我只要你一丝魔力，此事关乎重大。你若答应我，我立刻弃权退出；否则的话，这个忙帮不了。罢了，你不使用化魔指，又能撑过几招？九转炼仙诀，此术修炼极为艰难，我前几日才教给他，这短短数日，他怎可能练成？师弟，三转之力对我没用。现在是五转。此子是否真的是符合我运道之人？当年的他曾给我留下一句话：我之道乃天运之道。只有寻找符合我运道之人，我方可有踏出第三步的可能。3万年来，我已经失败了无数次。这么做到底是对是错？你是否还想看看我的6转金仙之力？我还是小看了你，老七。师姐弃权。西洛师姐也敌不过吗？王林定有其过人之处，天运七子的封号竟落入了一名新弟子手中。是啊，太羡慕了。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拥有七子封号啊？这套神术，此人的修为必是问题。弟子陈涛拜见师尊。
好。当年若非孙云横空出世，子系一脉的妻子之位，恐怕会一直都在这陈涛手中。你能赶回来，很好。弟子原本不会耽搁，但在路过黑墨星之时，发现了一件宝物。弟子见之欣喜，想要给师尊献上，这才有所拖延。是何宝物能让你看中？弟子见黑墨星上3只上品荒兽为他厮杀，心知此物必定非凡。只是弟子见识短浅，不知它到底是何物。此花名为七彩琉璃光，10年生根，100年散叶，1000年起光，10000年方可开花一次。在第7次之时，才能散发出七彩之光。在修真联盟内，此物排在天才地宝第93位。孙长老，老夫此言可对？没错，此物正是那七彩琉璃光。天运道友的高徒，令人大开眼界呀！好，此礼为师便收下了。师尊，弟子此番回来，是想重获天运七子封号，还望师尊成全。你2人中的胜者，便是子系一脉的天运七子。你给我弃权！这术法不是这样用的。唯有在问鼎期手中，此术才能真正成为九转炼仙诀。这点修为，不配做我的亲师弟。罗伊，挪移，借力打力，倒是个能伤问鼎期的法子。这等手段难有作用，在老子面前耍小聪明，没用！魂兽，现！吞了他！哼，呲牙咧嘴的畜生，我来耍耍！射神车，第5封印，结！这是，有点意思。今日与问鼎一战，借着陈头之手虚无魂兽，反倒减轻反噬，成了打开封印的最佳时机。假以时日，无道封印全数打开之时，不知射神车的威能将会如何？好，痛快！收服此兽，你已经有了成为我师弟的资格。你还没有成为我师兄的资格。这畜生打起来有些费时，但只要把你擒住，也是一样。你且看看我有没有资格。黄连，可敢借我一掌？有何不敢？这最后一式杀招反噬极大，不到应变后期，不要轻易使用。若想从心所欲的用出，还得等你问鼎之后。王全之。这只怎么跟之前遇到的一个疯子使的一模一样？生死轮回易经。
师尊，弟子弃权。等你问鼎之时，你我再战。老七，你二人都是为师弟子，莫要相互嫉恨在心。陈涛，你既然胜出，便是子系一脉天运七子封号者。你并非第一次获得封号，自行感悟吧。谢师尊。天运七子背后，应当另有隐情。真正搞清楚这经世来源之前，不可贪图此位。所幸这陈涛赶回，如今我全力迎战，败于问鼎，既不会得罪天运子，亦可免于成为七子之一。诸位，老夫万年之寿告一段落。诸位道友若无要事，还请在我天运宗多留几日，以此论道，相互印证道果。恭送天运子前辈。王林，随我祭拜祖灵，随后为师传你禁法神通和保命法宝。从此，你便是我天运子真正的弟子。谢师尊。王林，此地如何？此地寒气逼人，若是修习寒性功法，事半功倍。就这样。此山通体漆黑，就连上面的降雪也是黑色，但这黑色雪山并无寒气，与中间白色冰山的气息相去甚远。哦，继续。此方更为诡异，弟子隐约在上面感受到一丝生机之意。虽说世间万物均有生机，但一座山宛如活物一般流露生机，弟子从未见过。只有这些吗？不够。师尊，这两色山峰是假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此子心智过人，意境更是有趣。我这甄嬛之法竟能被他凭借意境，以应变修为看出端倪，实在难得。天运子修为通天，若非古神迹，我断然无法识别出这山峰真伪。但看着天运子的反应，或许他还无法看出我识海中的古神之意。王林，为师在上面等你。此峰百步之下，以你修为渡过不难，而峰顶百步，就要看你造化了。这最后百步，被为师称为最仙之地。王林，我给你半炷香的时间，认真考虑清楚。师弟，我只要你一丝魔力。这个忙帮不了。你是否还想看看我的六转金仙之力？这点修为，不配做我的七师弟。所幸这陈涛赶回，如今我全力迎战，败于问鼎，既不会得罪天运子，亦可免于成为七子之一。此峰百步之下，以你修为渡过不难，而峰顶百步，被为师称为最仙之地。
此峰百步之下，以你的修为度过不难，但峰顶百步的碎仙之地，能踏出几步，便看你的造化了。此地寒气竟可化形入体，既如此，那便以寒意破之。有趣，此子修仙短短700年，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不过即便如此，以鹰变中期的修为，能踏出10步便是极限了。11步，当年的孙云以鹰变后期的修为，最终踏出了26步。王林，你能踏出几步？22。王林，你的表现让为师很惊喜啊！以你鹰变中期修为，这却也是你元神能承受的极限了。我之意见，来自生死之道的感悟，因此到溪上便是最难实质化的。踏入鹰变以来，我苦苦摸索，始终无法突破。今日在这碎仙之地，我以前22步为基础，踏出最后的斗之5步，以心问道，意境入体。达问心之境，20几步也是极限。若再相见，全身修为恐将崩溃，元神不保。王林，上来见我。当年老夫途经朱雀星，见你感悟化神，起了一丝爱才之心。27步，王林，你果真没让我失望。老夫一生最喜七彩之光，配合此地黑白2色，9色炫目之下，才是世间最美之处。王林，跪拜。老夫一生信仰便是天运，今日在此9色之光下，收你为子系第7弟子。王林，你可愿成为老夫的弟子，从此遵守门规，专心修行，印证道果？师尊不负我，我便不负师尊；天运不负我，我便不负天运。这是弟子王林的承诺。现在，老夫传你禁法神通，你想学何种？师尊，弟子想要选择
生存之术。哦，你要如何生存？但有一口生机，便可抑制存亡，求证大道。哈哈哈哈！此类神通，为师没有。罢了，你选择何种，全凭自身运数。问你，倒是为师落了下乘。你之运非问而出，全凭机缘。3600道禁法神通，尽在其中。你自己挑选去吧。天运子所言非虚，这里的确有3600道禁法神通，对应3600星辰之位。九转炼仙诀，力量强横，禁法，心魔体，功法之为不可小觑。七彩神通，威力着实惊人。可惜，这些都非我所求。灰袍，天运子信奉七彩9色为尊，怎会有灰色？此人相貌似乎比如今的天运子更年轻几分。这灰衣人竟不在3600星位之中，可他又与此地相连，局外之术，或许正是生机所在。此人一动不动，气息全无，实在古怪。与其猜测，不如一探虚实。杀气！还要强过100倍。你是天运的弟子？正是。天运极少让人来此挑选功法，他让你来，恐怕是为了我。前辈，这是何意？生死轮回。哦，这一境不错。天运让你来此，不外乎是想试探我，是否愿将杀戮仙诀传给你。杀戮仙诀乃模仿一不知品的仙术而出的术法，与你的生死意境算是匹配。你若答应日后用杀戮仙诀出手，不留活口，我便传你。我不许。此乃杀戮仙诀所化的生之烙印，此烙印越多，防守之威便越强，可护自身不灭。
七彩之地的术法中算是顶尖，你当真不要？为何是我？你是天运送来的第6个人，老夫不喜欢其，但由于天运有承诺，不愿再与他僵持。学与不学，哼，自行决定。杀戮先觉，不错。敢问师尊，这灰衣之人，莫要多想。那不过是为师当年为参透阴阳虚实，强行分化的第2元神。他所修杀戮先觉，正合你所求的生存之道。此戒乃子芒所化，可当问鼎后期修士全力一击2次，但切记，触犯门规1次，收回一击之力；触犯2次，此宝便失其效。仔细老二便是因触犯门规，耗去一击之力，方被你得此良机。今日赐你此宝，莫要重蹈覆辙。谢师尊。师尊，弟子想下山历练。我天运弟子下山，唯有担任使者一途。你便持此令牌，去5级修真国灵月国吧。3个月后，东海之外，独山之角，妖灵之地开启，你莫要迟了。弟子遵命。当务之急，便是寻一处可杀戮之地，修炼这仙诀。真是那新晋的仔细老奇，不枉我等早早在此恭候。老夫天台见过使者大人。这地星可有妖兽聚集之地？地魔北界聚集妖兽无数，有相当于问鼎的荒兽存在，但中心位置30万里内为禁区，不能轻易踏入。王某虽是使者，但却不会去管任何事情。你们平时怎样，便一直保持就是。失败了。这杀戮仙诀的神之烙印，到底要如何凝聚？文寿，送你了。你倒是吃了个痛快。难道是化神妖兽修为不够？生之烙印的修炼，需凝练更强的杀气。百粒妖精果，足以炼制一柄绝世神兵了。这妖精果是我们师门历经数年，牺牲了数个长辈才探查到的。而今这妖精果有100粒之多，我师门应得一粒。笑话！大罗剑宗的东西，谁也别想染指。杀我师兄，
灭我师门寻宝小队，这就是你们大罗剑宗的大派之风！嘘，有妖兽。是九灵虫，剑锋之劲！哎！不行，数量太多了。这些灰烬有点意思。在屠司的记忆中，此果乃无形元金所化，其金灵根可补幼年古神之体。这药金果是我大罗剑宗之物，没错。阁下若强，也是与整个剑宗为敌，你可要想好了。哦，大罗剑宗。那还真有件事找你们问问。